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天宫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其实还没飞出地球大气层，而真正的大气层边界能远到38万公里外，几乎能摸到月球。今天我将为大家拆解地球大气层的各个层级，解释它们为何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首先，让我为大家展示几段极具震撼力的视频。如果我问大家地球的大气层在哪里，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斩钉截铁地说就在这片区域，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段视频拍摄于国际空间站 ISS， 而国际空间站绕地球运行的轨道高度为340公里。地球的散逸层，它是地球大气层的最外层，大致从500公里处开始，一直延伸到地球与月球距离的终点位置。大家在这段视频中看到的层级，实际上只包含对流层、平流层和中间层。在中间层之外，勉强能观测到的是热层，再往外就是散逸层了。那么这些大气层层级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它们各自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我们先从最基础的一层开始讲起。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对流层。对流层在赤道地区的高度仅为20公里，是所有大气层中最薄的一层。不过对流层的高度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统一，越靠近2极高度就越低。在地球中纬度地区，对流层高度可达17公里，而到了2极地区冬季时，对流层高度仅为7公里。大家都坐过飞机吧？大多数民航客机都会尽可能选择在对流层之上飞行，因为在平流层中，它们基本可以避开大部分天气扰动。家里有山的人可能看过一个现象，就是山脚下的气温可能有20度，但山顶上却依然被积雪覆盖。这种温度差异源于热能的传递方式，具体点就是热传导、热对流和热辐射这3种机制在作怪。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3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首先，太阳会以各种形式的电磁辐射释放热量，其中最容易被我们感知到的就是光。这里所说的光不仅包括可见光，还涵盖红外线和紫外线。光本质上是一种能量，当它接触到粒子时，就会转化为热量。深色无光泽的物质吸收这种能量的效率最高，这就是为什么夏天沥青路面的温度能超过65摄氏度。另一方面，地球大气层吸收这种太阳能的能力并不强，大部分光线会直接穿透大气层到达地面。但有意思的是，大气层会与某些特定波长的光线发生相互作用，尤其是蓝色光的波长，这个过程被称为瑞丽散射。气体分子的体积比光的波长还小，因此当一束光照射到气体分子上时，分子只能吸收其中一部分光。虽然所有颜色的光都有可能被吸收，但频率较高的蓝光和紫光更容易被散射。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蓝色的天空，也正是因为阳光中的蓝光被气体分子散射后，恰好朝着我们的视线方向传播。由于大气层吸收太阳能的效率较低，所以大气层本身并不会被太阳直接加热太多，它的热量主要来自另外2种热传递过程：热传导和热对流。固体粒子的排列密度远高于气体，所以固体吸收太阳能的效率也更高。浅色有光泽的物质吸收光线的能力较差，往往会将光线反射回去，比如雪就是如此。而深色无光泽的物质会吸收大量太阳能，随后通过热传导将热量释放到大气层中。热传导的原理，我们可以用火炉子上的一锅水来简单理解这个过程。炽热的锅底会通过热传导将热量传递给周围的水分子。城市气温通常高于农村地区，热传导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街道和建筑中的柏油路面与混凝土结构能轻松吸收太阳热量，然后释放到周围的大气粒子中。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地表吸收太阳热量后，通过热传导将热量释放到近地表的大气层中。气体粒子具有自由运动的特性，运动速度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加快。当近地表的大气被加热后，气体粒子会膨胀，体积随之增大，这就是热对流发挥作用的环节。由于气体体积增大，但粒子数量并未改变，密度会随之降低，于是这些受热的气体就会向上上升。随着高度升高，气压会逐渐降低，气体粒子会进一步扩散。在这个过程中，单个粒子会通过热辐射逐渐失去热量。最终，当这些气体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一致时，它们就不再继续上升，而是开始向水平方向扩散。随着热量进一步散失，气体温度降低，密度增大，又会开始下沉。在赤道附近，这种热对流过程会在大尺度范围内发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赤道地区的对流层高度会远高于其他地区。赤道地区接收的太阳辐射最多，近地表的空气被加热后会大幅上升。按照热对流的规律，这些空气会上升到温度与周围环境一致的高度，随后向水平方向流动，冷却后再下沉。
当这些冷空气回到地表后，会填补赤道附近新上升热空气留下的空缺，形成一个循环。这个循环被称为哈德利环流圈。在地球的中纬度地区和极地地区也存在类似的环流圈，只是规模相对较小。正是由于这些环流圈的存在，对流层和平流层中的气体通常不会相互混合。此外，这些环流圈也是信封、热带、雨带、飓风、副热带沙漠以及急流形成的原因。在纬度约30度的地区会出现冷空气下沉的现象，这些空气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水汽，变得干燥密度大，所以在这些干燥空气下沉区降水会非常稀少。如果你观察全球全年平均降雨量分布，就能清晰地发现哈德利环流圈对地球气候的巨大影响。地球大气层总质量的 75% 都集中在对流层中，在全球范围内，对流层的成分相对均匀，约 78% 为氮气， 20% 为氧气，其余为少量其他气体。我们平时所说的湿度本质上就是大气中的水汽，这些水汽是看不见的，但我们能通过体感感知到。我们能看到的水汽其实是以云的形式存在的，在大气层中存在着大量微小的尘埃和盐粒，被称为气溶胶，它们的体积远大于水汽粒子。当水汽上升冷却时，气溶胶会为水汽提供凝结核心，水汽会在这些核心上凝结成微小的水滴。当空气中的水滴数量足够多时，云就会变得可见。随着云中水滴不断聚集融合，最终会形成雨滴从天空落下。云的种类繁多，形成方式也略有差异，但以上这个基本原理足以解释云的形成过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对流层中，气温会随着高度升高而降低，大致每上升1公里，温度下降 6.5 摄氏度，同时气压也会随着高度升高而降低。分隔对流层和平流层的边界被称为对流层顶。进入平流层后，气温会开始再次升高，这是因为平流层中存在一个能高效吸收太阳辐射，从而实现升温的层级——臭氧层。臭氧是由3个氧原子构成的，分子化学式为 O3， 而我们平时呼吸的氧气是由2个氧原子构成的，分子化学式为 O2。 在平流层中，臭氧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在有害的紫外线到达地面照射到我们身上之前，吸收掉其中很大一部分。臭氧层中臭氧的浓度其实只有约100万分之10，但这个浓度已经足以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伤害。臭氧的形成过程就是紫外线先将普通的 O2 分子分解成2个单独的氧原子，然后其中一个氧原子会与另一个未被分解的 O2 分子结合，形成 O3， 也就是臭氧。之后，紫外线又会将 O3 分子分解回 O2 和单个氧原子，这个循环会持续不断的进行。正是由于臭氧持续吸收太阳紫外线，并将其转化为热能，平流层的气温才会随着高度升高而升高。在赤道地区，平流层从20公里处开始，一直延伸到50公里处。平流层中的热对流现象非常罕见，只有在遭遇特大风暴或火山喷发形成的柱状气流时，才会短暂出现垂直对流。在平流层中，空气的运动方式以水平运动为主，垂直运动极少，这就是为什么民航客机会尽可能选择在平流层飞行。平流层中几乎没有云层和天气扰动，空气运动也更为平稳。大家可能听说过鲍姆加特纳的世界纪录跳伞，他从39公里的高度跳下，而这个高度仍在平流层的范围内。由于平流层空气极为干燥，因此这里几乎不会形成云，但在极地地区偶尔会出现珠穆云，有时这类云甚至不是由水滴构成的，而是由冰晶构成。日落后，这些珠穆云会呈现出绚丽的红彩光泽，非常美丽。这是因为它们能反射和散射太阳光，产生类似彩虹的光学效应。平流层之上就是地球大气层的中间层，在这个区域，气温会从随高度升高而上升，转变为随高度升高而下降。在平流层顶处，气压仅为地表气压的1/1000，中间层从50公里处开始，一直延伸到约100公里处。在中间层的顶部存在着地球上温度最低的区域，气温可低至-143摄氏度。同样，中间层中也存在一种极为罕见的夜光云，它们同样十分壮观。夜光云主要出现在南北纬50度至70度之间的区域，高度约为76至85公里，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云。与平流层的珠穆云类似，夜光云也只能在太阳处于地平线以下时才能被观测到，它们属于水冰云。但与珠穆云不同的是，夜光云的形成既可以依赖尘埃粒子作为凝结核心，也可以不依赖，有时它们就是纯粹的水汽凝结形成的云。目前科学家尚未完全确定这么高海拔处水汽和尘埃的来源，
但推测可能来自微小的陨石颗粒或火山喷发。火箭释放的水汽也可能形成夜光云。最近一次著名案例就是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后形成的夜光云。夜光云的壮观程度令人惊叹，尤其是当你意识到它们所处的高度时。这张照片是从国际空间站拍摄的夜光云，即便在这张照片中，你也能清晰看到地球大气层的不同层级：对流层、平流层和中间层。中间层是所有大气层中人类了解最少的一层，甚至被称为无知层，因为它的高度超出了飞机的飞行能力范围，同时又低于卫星的最低安全轨道高度。目前人类只能通过火箭对中间层进行探测，但火箭在上升到热层的过程中，只能在中间层停留几分钟，所以获取的数据非常有限。正如大家可能猜到的，在中间层顶部约100公里处是中间层顶，同样不难推测，中间层顶是气温变化的又一个临界点。过了这个点，进入热层后，气温会再次开始随高度升高而上升。热层的气温会根据太阳活动强度发生巨大变化，最高可达2000摄氏度。不过，尽管热层温度极高，但由于此处气压极低，气体粒子密度非常小，无法有效传递热量，所以如果人类处于这个区域，体感温度仍会远低于0摄氏度。热层气体的稀薄程度有多夸张？在160公里以上的高度，气体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微弱到无法传播声音，也就是说，在这个高度以上，声音是无法传播的。热层是所有大气层层级中厚度最大的一层，从100公里处一直延伸到600公里处，但它所含的大气质量仅占地球大气层总质量的0.002%。许多人认为热层就是太空的起点，卫星甚至国际空间站都在热层范围内运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卫星的轨道会逐渐衰减，最终在地球大气层的较低区域烧毁，因为它们从未真正进入纯粹的太空。热层中的大气阻力仍会缓慢降低卫星的运行速度，最终导致卫星脱离轨道。热层对地球上的人类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太阳释放的大量高能、高危险性电磁辐射，大部分会被热层吸收，而这种吸收过程带来的视觉效果就是天空中绚丽的极光。这些高能电磁辐射与热层中的高能粒子相互作用，激发粒子产生能量跃迁，从而发出多种颜色的光。在地球上最常见的极光颜色是绿色。热层之上是热层顶，高度会根据昼夜变化、太阳活动强度以及其他多种因素，在500公里至1000公里之间波动。热层顶之上就是地球大气层的最外层散逸层。散逸层中存在着氢等氢气体粒子，但由于这些粒子之间的距离极为遥远，它们不会像低层大气中的气体那样发生相互碰撞，所以不再具备传统意义上气体的特性。不过这些粒子仍受地球引力束缚。在热层顶附近，由于气体粒子不再发生相互碰撞，气体的传统定义在此失效，而散逸层的顶部从10000公里处一直延伸到地月距离的终点。过了这个点，粒子就会脱离地球引力束缚，进入真正的行星际空间。以上就是地球大气层的完整结构了。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大家能对地球大气层有更深入的了解，学到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知识。